老公，你们还没散呢？那我就不等你了，我先睡了。你们好好玩吧，别喝太多酒啊，回来的时候小心点儿。好，你挂了。吃月饼，赏月色，读书时候的感觉都回来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能上去待会儿就更好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不是刚才给你打电话，随你什么时候回去都行嘛。我还是回家吧。行，那你回去吧。林伟，谢谢你陪我过节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。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老爸，我只是想知道，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都到这份上了，我们还怕这点坦诚吗？确实你应该很清楚，我是爱你的。你为了这个家辞掉了工作，我的事业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都是你的功劳。到了后来，你为了照顾小莫，又放弃了重新回到事务所的机会。你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，我都知道，是我欠你的。但是我欠你的越多，我就老觉得咱们俩之间这种感情就越来越不对等。从你辞掉工作那一刻开始，这种关系就已经不对等了。我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出身很一般，从咱俩认识，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，你在关心我，你在鼓励我。你愿意为我放弃一切，可是正是因为这样，我在你面前就显得越来越没有底气，你反倒是显得越来越自信。对于我，对于这个家庭，你是给予者，你自信到了都忘了怎么去经营你自己，忘记了怎么跟我同步。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一如既往跟你齐头并进。可是咱们俩已经脱节了这种关系。你可能觉得我说这话特别的混蛋，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普通的男人。
是你把我想得太完美了。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在这个家里这么多年，在我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概念：无论我做什么，只要你高兴就好。这么说是我错了。你要跟我离婚吗？我从来都没想过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老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多久？大概1个月，行吗1个月。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只有亏欠的话，你可以不用勉强。毕竟我们10几年的感情了，你对于我来说，你就是我的亲人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我仅仅是你的亲人吗？你爱他吗？如果跟你说我跟他是逢场作戏，你肯定不会信。但既然今天被你发现了，我必须得做个选择。我跟他的关系还没有到可以让我放弃家庭那一步。跟你在一起10几年，第一次听你把话说得那么赤裸裸。好，1个月。妈，你今天怎么没送爸爸去上班啊？爸爸不是答应陪你做手工吗？就不用妈妈监督了。哦，妈妈加油啊！妈妈呢？会加油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功课学好。行了，去吧。妈妈再见。爸爸，好难啊！宝贝儿，这个是电路图，对你来说是挺难的，不过爸也忘得差不多了。妈，你上中学的时候物理学得好吗？妈妈那时候门门功课都是第1。哦，那你先帮爸爸研究研究，我先去洗澡啦。哦，走，妈妈帮你去洗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帮过我洗澡啊？这些东西我早都忘了。是，这东西都是原来大学学的，我也忘得差不多了。没事，我先琢磨琢磨。哦，那我去看看小莫。别！哎呀，我想了，我还是不洗澡了。我们一起研究3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，还爸爸我们一起研究。你看啊，要是这个接到这儿来，它会亮吗？你快看。我觉得会亮，然后你问问妈妈呢。妈，那你觉得这儿通到这儿，这块会亮吗？应该会吧。一起看啦。怎么了？还不回去啊？跟一帆吵架了？你吵架也分个时候啊。
不是吵架还分什么时候啊？一凡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？非得跑过来跟我说？你这事儿还小啊？是，这事儿啊是挺大的。可每个人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希望别人信任他、支持他呀？你看人郑鑫，你看人刘毅，人家是怎么做，他是怎么做的呀？你也别在这激动。哎，你回去跟他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？不回去。那你要睡在这儿啊？我还真想睡在这儿呢。你要这样，我得说你了，你有点过分了。哎，他不过分啊。行，你们两口子事儿啊，我也少掺和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也赶紧回去啊。帮我签字。什么情况？你们家老王呢？你没跟他说？你就说这忙帮不帮吧？不帮，你赶紧打电话让他过来。还有你姐，你都没说呀？我姐我不想再麻烦她了。中秋节我姐夫都没回来，不知道还是怎么回事。你跟王宇明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想跟他说。哎，你先签字吧，签完字以后回头跟你们聊。对不起，这还真帮不了，这不是打一针那么简单的事儿。对，可我就是不想说，怎么办呀？你不想说，我们替你来说。你干嘛呀？你俩要是主动透露给他，我们一辈子绝交啊！你吓唬谁呢？给他打，不许打，赶紧打，不许打！江一凡字儿签了吗？哦，马上。就是一特别小的手术，说不定都不用住院的。你别说这些，你跟王宇明到底怎么了？哎呦，你别问我这个了，行不行？我们要是现在替你签了，那就是害了你。不管你跟王宇明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这回你要是一个人扛过去了，你这辈子心里都会有阴影。我这回要是再主动跟他说，我才会这辈子有阴影呢。不签。我说你这样怎么行啊？闷在心里会出事儿的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还没想好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关键现在是我儿子，他好像什么都知道，老在暗地里使劲儿。想要告诉他吧，又觉得他只是个孩子，对他来说太残酷。不跟他说，又好像怎么都捂不住。你跟他摊开了，又能谈什么呢？跟他说没事儿，让他什么都别想，他信吗？现在的孩子呀，聪明着呢。你呀，最简单的，就是赶紧把林伟给拉回来，把这事儿过了。你这边真没事了，孩子那边也放心了。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好好想想啊！要不你再给王宇明打个电话吧。哎，依林姐，马静，怎么是你啊？一凡呢？啊？依林姐，进去多久了啊？现在没事吧？刚进去半小时，医生说没什么问题。好，别急了。依林姐，情况紧急，我们也是被逼的。我知道，宇明呢？通知他了吗？已经在过来路上了。好。依林啊，阿姨，怎么样啊？
还没出来呢。没事没事。哎呦，不是，你说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事儿，他能瞒到现在？咱们先等着吧，进去半个小时了。媳妇儿，是一帆情况怎么样了？进去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你不告诉我呢？个个都瞒着我。别老喊了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我昨天问你，你不自己说的吗？这多大事儿啊！江一凡家属。你好，钟大夫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手术很成功，麻醉现在还没过，等会儿转到病房里休息一下，醒过来以后就可以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不早点说呀？你们是不是到了这会儿了，也才都刚知道啊？我一会儿回去我就给他煲汤。你说这事儿早点说多好啊！手术前，妈就多给你做点好吃的，这多伤身体啊！一帆姐怎么样了？还没醒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问我呢？没人告诉我呀。你是她老公，你就没有感觉？就是啊，在我家住了那么多天，你真以为是我病了，他在照顾我呢？他不告诉你，就是怕你分心。你以为他不难受、不担心吗？是，他是没有告诉你，可人家杨小宝怎么发现的？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？一帆姐昨天去找你，你又跟她闹了？对不起。别跟我们说对不起，我们没事儿。你不心疼她，我们还心疼呢。我认识他那么多年了，我都没有见到他哭过。你知道他心理压力得有多大吗？你们俩到底吵什么？有什么可吵的？他以前花钱不知道有多潇洒，现在左省右省全部为了给你开支，都问我借过2回钱了。行了，你们就送到这儿吧。今儿在医院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婆婆对一帆挺好的，这一旦结了婚啊，别轻易离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妈盖上。还疼吗？跟妈说句实话，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，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没有，骗我！我是觉得咱俩最近的这个相处有点问题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以后你千万别这样。妈也觉得挺过意不去的。知道了，以后有事儿我都说。好孩子，这就对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妈24小时我伺候着你，啊，好媳妇儿。妈，啊，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啊？您先把家里的事儿干好了，先把丈夫的事儿干好了，那才叫大丈夫。我不管你们俩之间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问题，但就这个事儿，别说他怪你，我都不原谅你。我也不替你说什么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好好养着点啊，妈给你煲汤去。谢谢妈。知道，我特别让你失望。我也知道我是一个特别不称职的丈夫。对不起啊，我努力改。
一凡姐没事儿就好。小宝哥，这是不是从你辞职以后咱们第一次聚会呀？你说小丫那头连马爷爷都淘汰了，怎么还轮不上你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关心你嘛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他了，好歹咱们也那么久不见了，给他点春天般的温暖呗。你请客啊？你打住！你们俩还是继续损我吧，我不请。这样损他。你敢？我怎么还不敢了我？你损我你就嫁不出去。本来就不想嫁呀。杨小宝，我还告诉你了，你别再这么自卑下去了，行不行？你看这什么马阔爷爷、保时捷叔叔的，哪个比得上你呀？不就仗着有钱有势，专门糟践女孩子？我觉得简直就是禽兽都不如。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可自卑的，是吧？对。况且王小丫她就需要我这样的人。对。只有我才能照顾好她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嘛，今天我请啊，今天我请。服务员，来瓶红酒，再加薯条。别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这什么素质？这怎么就叫回来？都不要！我要是真的得了恶性肿瘤，你还会要我吗？我要，我肯定要。每天2个汤啊，你婆婆这次表现不错呀。那我跟爸最近先不过来了。一凡，别太绷着了。很多时候，时间一长，这事儿就凉了。好，我再打给你啊。好久不见啊，最近怎么样？还活着。我去他们公司的中秋晚会了，没见到他们人。我知道，李美跟我谈过了，说让我给她1个月时间。你能撑住吗？撑不住不就输了吗？我可以输，我儿子不能。就你这样，早晚都得输。你能不能放松一点？别这么绷着，这么拧着，使劲攥着。我给你一把沙子，你越使劲，你攥得住吗？李伟说我们之间不对等，说我忘了经营自己，说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男人。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我比秦山差多远？是秦山比你差多远？林伟就一句话说对了，他是一个普通男人，他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。可你不是一个普通女人，你不能拿秦山那样的做参照物，你明白吗？既然你非要抢这个普通男人，那我就给你支支招。上车吧，跟我去逛。今天不行，我还有客户呢。多一单少一单会出人命吗？挣那点钱有那么重要吗？去哪儿？洗头洗脸做指甲。怎么又做指甲呀？上次庆功宴之后第2天就洗了，我根本不适应这些事儿。弄上那个指甲之后，真的是没法做饭。做饭，你当家庭妇女上瘾吗你？啊，你不行，你戴个手套，你找个小时工，你。行了，谢谢你的好意啊，我还是回去上班吧。哎，别，你信我一回，你再信我一回，这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，特难。名字叫指缘，做指甲的，手指的指，缘分的缘。你不信你查一下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呀？如果不好，咱就不去。
怎么样？你知道柔软时光在哪儿吗？一小资咖啡馆，挺有情调的。现在就去。谢谢。先喝咖啡啊，也行。走吧。我要是你，我就直接过去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。你别老这么压着自个儿好吗？这样会把你自己压垮的。你觉得他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发展到什么程度你能接受？想知道特别简单，你直接走过去问他，又不是你做错事儿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躲躲闪闪？我不是一个人，我有儿子，我希望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妈妈带你去农家乐。爸不去吗？爸爸加班，妈妈带你去。爸爸没跟我说要加班啊。爸爸跟我说了。那我们可以等爸爸不加班再去吗？那爸爸知道我们要出去吗？小给我拽，Go。小莫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您好，您是江女士吧？是我。哎，我们已经收到您的网上订单了，你的房间在那边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喂，姐夫。喂，一凡，你跟你姐联系了吗？怎么了，姐夫？我回到家里，家里没有人，给依林打手机，手机又关机了。那小莫呢？他们俩都不在。家里少了些衣服，小莫的洗漱用品啊、书包什么的都带走了。哦，那说不定啊，可能上哪儿玩去了。那他至少也得跟我说一声啊。他有当我是他老公吗？姐夫，你跟我姐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样，挺好的。我姐我最清楚了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她不会这么反常。一凡，我跟你姐挺好的，真没什么事儿。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捂着有意思吗？哎，信息。你看，姐发过来说平安勿念。关机了。哎呀，那肯定啊，也是发完这信息之后才关的机。要不这样，咱给姐呢发个信息，开了机之后就能收着了，好不好？你发，姐夫。我发他会回吗？你可太逗了，回不回是他的事儿，你在不在乎那是你的事儿。
既然这事儿已经到今天这份儿上了，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。你跟秦山到底干什么了？哎，不是，那个你听我说，咱这儿咱还是等姐呀回电话来好不好？肯定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你想啊，这小莫啊周一还得上课呢，但是小莫呢真的不会有什么事儿，好不好？你给我闭嘴！你回答我，你跟那个贱人到底干什么了？哎，好好说话，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难听啊？我自己现在也是一头雾水，好不好？你一头雾水，你别装了，这事我姐早就知道了。要不是为了挽回你们这个家一忍再忍，要不是出什么事儿，她今天根本就不会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林伟，你别先撕破脸，你要是敢对我姐耍混蛋，我比你更混蛋！哎，一凡，好了，好好说，好了，你这么，咱先回家好不好？回家听话，回来啊！那个姐，哎，你别闹了，你等电话啊！行了，别闹，一凡，别闹了，听话，别闹了，回家，回来啊！别闹了，回来，回家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冷静啊？我姐都失踪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她要是就走2天呢？可你这么一闹啊，不等于把你姐夫往秦山那边推吗？哎，他俩早就已经……行了，你怎么不好好想想呢啊？你姐要是想好了要和你姐夫离婚，直接拿着离婚协议书来不就完了吗？带着小莫走什么呀？走能走几天呀？那不是被他给气的吗？你相信我啊，你姐走一定有她的原因，要么就想给大家空间，让彼此呢都好好的冷静冷静，要么就是以退为进，就想看看你姐夫没了他俩之后能怎么办。你姐什么都已经想好了，就等你姐夫的态度了。好，您这么一闹，不等于没招了吗？你上次不是说找姐夫聊，你就聊成这样啊？我呀，要是能跟你姐夫谈明白了，中秋节他不就回来吃饭了吗？就你姐夫那态度啊！哎呀，咱就不说你姐夫了，还是说你姐吧。我觉着啊，得想办法，还让你姐啊改变改变。不是还让我姐怎么变啊？都已经变了10几年了，贤妻良母，相夫教子，还不都是为了他吗？你也不能这么说呀，你姐夫在事业上也是很成功的，好吗？那要不是我姐那么卑微的去照顾他那客户的妈，他能有这职位吗？不是你这吵吵也没有什么用啊！我吵吵什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啊！好，怎么还真动气了呀？是不是？再冷静，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不是老婆，听我一句行不行？给你姐夫发一个微信，跟他道个歉，好吗？我不听话，为你姐好。凭什么？老婆，我知道你现在呢挺生气的，可是在这个时候，咱们不能火上浇油，好吗？关键的问题是得等你姐回来，让他们俩坐在一起呢，好好的聊一聊。你说，小莫都那么大了，他们能怎么着？嗯？听话好不好？给你姐夫呢发个信息。咦，怎么还没睡啊？妈，爸现在干嘛呢？应该睡觉了吧？妈，你给咱打电话啦？打了。爸爸让咱们好好玩。我没听到你打电话呀。妈妈打电话的时候，你正刷牙呢，宝贝儿。妈，好了，不许乱想，赶快睡觉。哎，你不是喜欢钓鱼吗？你以前喜欢跟外公一起出去钓鱼，明天妈妈带你一块儿，好吗？哦，睡觉。
想起丽芬姐说的了，婚姻其实就是一场梦。咱俩肯定不是噩梦啊！别把话说那么好，我要是真得了绝症，你还不知道能坚持几天呢。怎么又来了？这话题不是说过了吗？有没有一个女的，你确信可以坚持照顾她一辈子？我是说，把手边所有的事全部都放下，一门心思照顾她。睡吧。上课，快点！哎呀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来，帅！妈妈也是第一回钓鱼，不会。你是不是不喜欢钓鱼啊？要是不喜欢，咱就玩别的。妈，我是不是又失败了？我们老师根本没布置手工课。哦，是这样啊。这么说，是你想帮妈妈？妈妈，谢谢你啊。妈妈呢，主要是想让爸爸好好想想。小莫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妈妈也不想瞒你。假如有一天爸爸离开我们了，你能接受吗？他离不开，因为妈妈不会把爸爸让给别人的。钓鱼，来。喂，哎，那个回来了吗？没有呢，短信也没回，什么都没回。一凡那边什么情况？啊，那个一凡这边也没，那个哎，要不我过去陪你待会儿？不用，你在家里好好陪陪一凡吧。啊，不是姐夫，那个一凡说那些话呀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，你放心吧。这种事我理解。你跟一凡没什么事吧？啊，我俩都没什么事儿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姐夫啊，你甭劝我了，这个事儿让我好好想想吧。哎呀，你要相信你姐，
他一定能处理好的。我从我姐家回去那天晚上，问了王雨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问你呢，什么问题？怎么？于雷，他要结婚了？哇！当年你跟于雷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当了多久的电灯泡？难受了吧？说什么呢？人家都结婚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大方的祝福吧。必须的，已经祝福了。哎，那我说你问了王雨明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啊？哦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如果这肿瘤不是良性的，问他要不要我，他说他要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作什么呢？也不是。我在长瘤以后到问他之前，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很多遍了。我突然就发现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居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我自己都吓一跳。人家不都说要你了吗？是啊。可是我一点也不感动啊，我从心里就不信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对他没有信心，还是他说这个答案给我的感觉让我觉得没有信心。反正后来我又问他，我说那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人，就算是得了恶性肿瘤，他也能够不离不弃照顾他一辈子？然后呢？然后他犹豫了。反而是这种犹豫给我的感觉，他的态度是坚定的，就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可以尽职尽责，一直照顾他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江大律师，这是不是太敏感了？这样可不好。我一点也不敏感。这就是女人的直觉，一个已婚女人的直觉。那你觉得那个人是谁？他以前跟我聊过一个新闻系的女孩，叫小韩，跟我结婚之前还惦记着人家呢。现在还惦记着？不知道，没问过。江大律师，能不能拜托你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男人，不要再去一味的帮他。你要知道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你去帮。就是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事儿吧，我一想到于雷，我就觉得特别踏实，特别有把握。这要是他碰到这种事儿，肯定不撒手，绝对管到底。哎，你别再深究下去了，再深究下去可就麻烦了。我俩现在已经麻烦了。看出来了，你都开始想到于雷了。那个只是寻找一个心理平衡点。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对婚姻那么迷茫呢？不知道啊。以前不管他碰上什么事儿，我心里都过得去。这回。我一直就认为，婚姻就是一种两个人在最黑暗的时候，我都能拉住他的手，他也能拉着我不撒手，然后一起寻找正能量，一起度过去的那种情分，或者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也不会离开的那种踏实。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可能也会走到那一步？哪天啊？你看看我姐，还有姐夫，一起度过那么长时间，结果呢？唉，
说不定你跟于雷的那种信任也只是错觉呢，就像你姐还有你姐夫一样呢。谁知道？谁知道？你们俩去哪儿了？这是。爸爸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们俩去哪儿了？我们俩去农家乐了。吓我一跳，跟爸爸说，听见没有？我和妈妈都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。宝贝儿，你先上楼，爸爸一会儿上楼陪你玩。哎，跟妈说点事儿啊，快去。老婆，什么情况啊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咱们结婚那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这样过。跟我招呼不打，带着小莫说消失就消失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跟我说说。你说句话行不行？我一个人在家里就像一个流浪汉一样，饭没人做，衣服没人洗，我这老公当的，老婆跟孩子去哪儿了我都不知道，咱们这个家还像个家吗？我不是给你1个月时间吗？你都干什么了？上班下班回家呀。我公司事儿多着呢，我天天都在忙。忙着约会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柔软时光。我都看见了。你根本就没打算跟他分开，对吗？老婆，你误会了，你别跟我说你们在柔软时光牵着手谈分手，还要撒谎吗？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那把钥匙，还有你每次回来身上的香水味儿，信誓旦旦骗我说要辞职。知道什么最让人伤心吗？就是我每次劝我自己去相信你要说的话，恐怕那个时候你都在庆幸自己又一次顺利过关了。还有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手机通讯录上我的名字从老婆变成了依林？那个名字你用了16年了，你别再碰我，别再拿我对你最后一点信任不当回事儿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你根本不配当个丈夫，更不配做个父亲。你想好了，如果这个家真不要了，那你就直接去找一凡，他是律师。如果日子还想过下去，那就请你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。我只给你2天时间，后天这个时候听你答复。喂，老婆，我都想好了，我断。怎么断？我跟他说。我不信。先这样，
你让我想想。秦山，我依林。今天下午有时间吗？想请你喝杯咖啡。怎么选这么一个地方啊？这地儿你熟啊？咖啡我已经替你点好了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是老熟人了。虽然不是朋友，当然了，我曾经把你当成是朋友，你从来都没有过。说这些有意思吗？有啊。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，你跟林伟的事儿，我就会特别恨你。我们现在不是朋友，虽然我也恨你，但还不至于把这杯咖啡泼到你脸上。你恨我都恨到这个份儿上了，就是做不出来而已。我不像你，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其实感情的事情呢，有时候左右不了的。你也是女人，你明白的。而且我不认为我这个事情有多卑劣，我对林伟没有任何的要求。我对他的爱未必比你浅，我对他的付出未必比你少，只不过你比我先到而已。先到就是先到，出去买东西还要排队呢。你戏也唱了，台也登了，现在是不是该下去了？这好像不是你说了算吧？我是为你好，想给你留点面子。准确的说是想给你个台阶下。一会儿如果台阶撤了，你直接摔下去，不是很难看吗？好啊，那就尽管撤吧。喂，老婆。他就在我对面，你跟他说。青山，对不起，咱们俩还是算了吧。依林为了我和孩子付出了很多，我不能为了你把他们抛弃了。江一林，你行啊，你心真够宽的呀。你们能够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这个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想清楚。秦山，秦山，你现在是不是也尝到了被欺骗的滋味啊？是林伟欠你的，我替他向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音乐大篷车，开始我们的音乐之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丫。今天呢，我给小扎代班。可能大家最近会有点奇怪，为什么我老是代班呢？
我最近的生活其实过得也有点混乱。或许人在混乱的时候，工作是最好的调节方式。工作可以让人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，可以让人暂时逃离。然而时间终究有一天会把一切清楚地呈现在你面前。是的，当你感到痛苦、迷茫、无能为力的时候，请交给时间。下面的歌送给你们。也许这才算是一种安全。别心疼我疲倦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我会把心情。有些人很勤劳嘛，白天都开始上班了。在你心里我是上夜班的，是吧？看你怎么样？时间把你的事情都理清楚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没理清楚，我帮你理啊。打住！你看啊，这个呢是给你买的，这个呢是给我那同名同姓的兄弟买的。行了，这东西放下吧，你可以走了。不，太沉了，我帮你送着，顺便呢看看我那兄弟。你看又来这，咱能不能不给警察同志添麻烦？这个呢，是物业保安的电话，我现在把这个电话拨出去，他们半分钟之内马上到。你看没这个必要吧？怎么说咱俩也是朋友。谁呀？我去看看是谁来了，谁来了，谁来了？啊，嫂子。哎，小妈，你看，你舅妈过来看你了。谁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嫂子，你看看小宝同名的兄弟给他买什么好吃的？鸡胸脯、狗咬胶，哇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我问你啊，杨小宝怎么招你惹你了？舅妈，别卖萌撒娇。嫂子，你那儿好点没？别扯开话题，我问你话呢。没怎么，我就是不想看见他。不是人家哪一点不好了？他什么都好，我不好，行了吧？你之前一直想找一个40岁的有钱人，这理论你是不是已经实践过了？这实践是不是已经失败了？那失败了，你总得反省一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吧？我现在不就是在反省的吗？你没看着我单着吗？你这哪叫反省啊？你这叫反抗！不是不让你找男朋友，是让你找一个靠谱点的男朋友啊！一个方坤就把你逼成这样了。嫂子，冷静啊！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你回来，我不喝水啊！我就跟你说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人杨小宝挺好的，真的。你别看他平常看起来那么小气，那有钱人都是省着花、计划着花，这顾家。你将来要是跟他在一起了，什么事儿都不用管。对，嫂子你说的特别对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考虑他呢？我这啊都是我结婚以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套我话是吧？不是。嫂子，你不会对我哥不满意了吧？少往我身上扯。啊，好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以前呢，我跟大叔在一块儿，我只看重钱，没看重感情。现在呢，经过我这么多天的反省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跟大叔在一块儿，既要看重钱，又要看重感情，就像韩剧一样。你没救了，嫂子，你等着啊，等着我跟大叔来一场电光火石的爱情。哪儿那么多电光火石的爱情？你都电光火石了，你睁眼你还看得清楚吗？感情是需要积累的，需要积累也需要有基础啊，要不然你跟小韩姐。我们怎么了？我去给你倒杯水，喝点水啊。我跟你说一下，哎，小宝，来，正好，你给开那个网站。哎，对了，还
还有上回你说的那个什么公司要杀毒，那是乐园。哎，对，什么时候去啊？要不这样吧，今天忙完杜总的活，咱明天去。王总，我们快要有钱了呀！那当然了，哥，那个要不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啊？怎么了？聚财让我回去。你听我说啊，就是我知道这个节骨眼上我确实不应该走，就是我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？而且这孩子马上就出生，现在全都是用钱的地方，我是真没办法。杜总这边第一部分不也做完了吗？对，很正常，理解。是，的确，第一阶段做完之后呢，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忙了。再者说了，把你留在这儿吧，有点大材小用。那个，这么着，哎，今天晚上啊，公司聚个餐，算是给你呢见个行。另外啊，提前祝贺你呢当爸爸，好不好？别，那个聚餐就算了，我都够不好意思的了。不行，咱好的请不起，咱请一般的，行不行？6点钟准时回来。哎，我这有点事儿，我先挂了。你跟着我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找不到平衡了吗？你不是说你动摇了吗？青山，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真爱上我了呢。我是真的有点爱上你了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是真的。你看，你敢吗？对不起。你别跟我说对不起这3个字。我一开始就想到这种结果了，但是唯独不能让我原谅的，是你居然当着江一丽的面，在她的电话里跟我说分手。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这段感情，反正在我心里，我有多爱你，这份爱就有多珍贵。青山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也太小瞧你自己了。怪不得你找不到平衡呢，因为你太懂得怎么把天平偏向于你这边了。